中国发展能有多快？中国这边的发展到底有多快呢？很多外国的朋友们都没有一个概念，中国这边前30年的发展有多快，发生了哪一些变化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，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。开始之前，我当然先想问一下你们，在你们的印象中，中国这边过去的这几年发展的快不快呀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，那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。Marky 是我的名字，你们呢？我就在中国这边，我就在体验中国快速的发展。我在四川成都。中国速度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你如果没有亲自来体验过，你当然不会有一个概念，不会多去了解它。那么因为大部分的老外也没有机会来中国，也没有来过中国，所以说他们不了解这边的情况，其实是非常正常的。因为这个原因 ，Marky 就要出一个这样的视频。如果说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那咱们就直接开始。朋友们，没错，我是 Marky， 今天我当然又来了。然后今天 Marky 没有那么忙，前几天比较忙。然后成都这边今天开始下雨了，降温了，降到10多度了。哎呀，如果你们看了 Marky 前几天的视频，那你们看到成都这边的天气上周非常完美，每天都是20多到30度，每天都是大太阳，哇，太爽了。但是今天降温了，稍微下雨一点，其实也很不错，感觉很舒服。今天成都的太阳没得了，休息一下。Marky 希望你们听了一下我的建议，上个星期好好去享受了一下这个太阳的天气的情况，也希望这个太阳很快就可以回来了。中国速度，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自己来过中国这边，没有自己亲自体验过这个事情，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个东西。但是通过 Marky 的一些分享、发的消息和视频和信息，很多外国的朋友们经常惊讶，哎呀，这个中国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呢？做事情效率这么高呢？还是经常会让他们惊讶，怎么会这么快呢？然后今天我准备了一个视频，咱们来看一下这几年中国这边发展的到底有多快呢？这个就是上海市区这几年人口的发展和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的非常快。看到这个上海那边市区人口发展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已经可以大概的知道他们发展的有多快。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市区的一个整体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中心的一个感觉和发展，从1990年开始到今天，这个发展的速度真的很明显，太快了。现在 Marky 出来了，要去超市里面买几个东西，待会儿中午的时候把它们做出来，当成中午饭吃。然后现在我还是在成都的建设路附近，成都建设路又来喽。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2个小视频，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了中国这边发展的速度有多快。哇，好大的风今天，哇！但是我们再来说一下，从 Marky 亲自在中国这边待了5年多的感受的体验，中国这边又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呢？ Marky 第一次来到成都这边的时候，成都的感觉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的成都的人口才1500多万人，现在过5年了之后，成都这边已经突破了2000多万人口，这个太快了吧？那个时候成都只有2个地铁线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去哪里都很困难，不是很方便，只有1号线和2号线。现在已经增加到10多条地铁线，去哪里都很快，都很方便。
这个时候成都只有一个国际机场，那就是双流机场。现在成都多了一个机场，现在成都总共有2个国际机场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就在5年的时间内，那个时候成都这边没有几家卖咖啡的地方，也没有几家西餐厅，现在多得很，到处都是咖啡厅和西餐。还有不管是人、工作、经济、政策上，中国这边的变化和发展太快了，有可能不到几个月，你又是一个新的政策，又是一些新的规划，又是一些新的计划，整个工作、整个生活的状态和情况有可能都会受到变化。那为什么 Marky 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个事情呢？因为所有的去过国外、去过德国的中国朋友们，你们可能也见过，你们可能也知道，在国外，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变化。说实话 ，Marky 每一次回去的时候，以前就是疫情之前 ，Marky 可能每半年或者1年的时间都要回去一下，现在已经2年多了没有回去。那么每次回去的时候，都发现人是一样的，做的工作是一样的，外面的铺子是一样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没什么变化。哪怕现在已经2年多了没回去，我感觉非常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非常大的变化。那么这样来看的话，中国这边在几个月内可能会修一个新的商场，几年内修一个新的机场，几个月内再开几个新的地铁线，那当然是太厉害了。那么生活在发展这么快、变化这么多的环境下，老外会感觉怎么样啊？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一部分原因。为什么我会选择来中国这边？为什么我会选择留下来？因为每次有一些新的变化、新的事情，当然也是非常有意思。每天、每个月、每年、每一次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发展，多无聊啊！而且有发展、有变化，也代表着这个整个国家、整个地方都在往前走，往未来方向走。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点吗？我觉得是。那么今天 Marky 的这个分享也差不多到这儿了。今天其实想分享的东西很简单，其实只想说一下中国这边的发展确实快，非常希望所有的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现在更加了解中国这边的情况，更加知道中国速度是什么。那么现在 Marky 也要回家了，该吃中午饭了。外面的风实在太大了，也没有办法说话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感觉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怎么样啊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如果你们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，Marky 今天拍的视频也挺有意思的，那我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、你们的关注、你们的转发。谢谢我的朋友们，所有的喜欢看 Marky 的视频的朋友们，我非常想邀请你们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 Marky 要去哪里耍。